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在刚刚更新了什么东西。这一次更新的时间比较短只有2个小时而已所以乍看之下呢，好像是没有什么变化的，但实际上还是有一些改变。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没有用的更新。官方更新了神射手龙骑兵、萨尔卡贝利沙流还有西德的主动技能特效以及音效。那音效这边呢，我就不录制了，我只是给大家看一下特效而已，到底有什么差别。先从神射手开始讲起，那你们可以看到之前那个版本呢，就算它是触发了主动技能之后，其实你也是看不太清楚它到底丢出了什么技能特效。相比之下，新版本的你就可以明显看到它是射出了弓箭。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原来神射手的主动技能是有技能特效的。下一个龙骑士，龙骑士之前那个版本是可以看到它的斧头，但是它的斧头的尺寸比较小一点，而且它的斧头抛出去的时候特效并不是这么明显。相比之下，新版本之后斧头就好像放大了3倍左右，而且可以很明显看到有转动的一些特效在旁边。萨尔卡的技能从原本小小的爱心变成大大的爱心，我觉得他只是把这个特效放大了几倍而已，实际上跟旧版的差别并不是很大。贝利的技能特效从原本的小长毛变成大长毛，并且在更新版本之后，它的长毛旁边会出现亮光或者是火光，看起来会比较明显一点，感觉有点像传说等级统帅的样子。但是说实话，贝利的技能特效还没有改版之前呢，真的有点像野蛮人的技能特效最后改动比较大的就是西德的技能了。你们可以看到西德原本的技能特效呢，就是丢出一个大的木桩，但是在改版了之后就变成他手头上拿着的那把宝剑向敌人挥舞过去。比较起来确实新版强很多，但是技能特效变强不代表这位统帅也是变强了，西德还是依旧的垃圾。所以各位在看了刚刚技能特效的改动之后觉得怎么样呢？你们觉得改动之后跟改动之前有什么差别？有没有这个必要去改动？再来就是一个很奇怪的更新，就是你们如果来到统帅栏界面这边，是完全看不到新的采集统帅出现在这里的。就算你已经分类了综合传说，也是看不到它出现在这里的。可是如果你来到了美乐特惠宝箱，你点开切换统帅的时候，它就会在第2格，但是因为我刚刚已经点开过了，所以它已经跳到后面的位置去了。在这里你是可以找到这位新的采集统帅哈利德，也可以查看他的技能特效还有他的技能描述之类的，你可以购买，但是就是没有出现在统帅栏那边。那除了这位统帅加入进来之外呢，另外一个加入进来的统帅就是佩拉约，你们也可以直接在这里购买。但是这里要补充一句话，就是之前我叫你们保留了那个采集统帅的箱子，是想着说之后可以开出新的采集统帅，但是如果你来这边开启的话是没有的。根据客服那边的回复是说，要新开启的传说雕像箱才可以拿到新的采集统帅哈利德，如果是旧的话是没有办法开到的。不过这位新的采集统帅是已经加入了黄金宝箱，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来黄金宝箱这边来招募。也是顺便给大家看一下，如果有300把钥匙的话可以开到多少的雕像。很可惜的，这里连一个新的采集统帅雕像都没有拿到这个也是有点离谱了吧。明明我已经更新了，但是还是完全没有办法拿到。所以如果你是已经准备了黄金钥匙，准备要去开这位统帅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再等多几天。如果现在马上开的话，可能不会出现，因为没有理由你连300多把钥匙都没有办法开出来的。那么另外再说一下装扮的部分，可以看到这一次也是有推出新的头像框，但是这个看起来好像是这一次活动的头像框，就是七夕情人节嘛，所代表的人物就有牛郎跟织女，所以这边2个角色都出现在头像框了。但是我个人感觉下来，这个头像框其实并不是很好看。这一次的名牌旁边就多了一些云朵而已，但是也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特色。比较有特色的就是这一次的城市主题，没错，这个传说等
本级的城市主题，并不是史诗级的，虽然看起来真的很像史诗级的。那这个城市主题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它有特效，分别是有这个蓝色的，还有这个粉色的，必须要蓝色跟粉色放在相近的位置，才可以在中间产生爱心。关于这个部分，我在上一个影片中就已经有演示给大家看了，就是你要把蓝色跟粉色放在一起之后，就会产生一个爱心的图案出来。然后我在发布了这个影片之后，我看到评论区有不少的玩家说，之后会有更加多的带把妹子，在这个游戏之中会产生更加多的激情。并且我也是有认识一些老外主播，他们都已经决定好要跟哪一些玩家要一起拥有这个城市主题，然后放在一起产生爱情。而且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多出了这个头衔，就是如果你们在万国人气王的活动里面结算的时候是排行前3的玩家，就可以拥有这个名牌纯爱战士，又或者是人气之星，也是会挂在你们的城市主题上面。我是真的觉得这个太离谱了，是谁想出来的？迟早一天万国觉醒就会变成这种扮漂亮装饰漂漂亮亮的一个游戏。下一个就是关于集团军的一些成就，还有他们的更新。发布悬赏这边你们就可以设置说要击杀多少的敌方部队，并且是使用集团军的情况下去击杀，然后你们就可以放一些奖励给予这些玩家。至于成就的部分，你们要来这个征伐者这里点开，在这边就可以看到增加了集团军击杀的要求，但是他这边奖励其实给的挺少啦，要不要完成就看你们自己。至于集团军的操作，虽然是说增加了一个一键加入的按钮，但实际上你依旧还是需要点开联盟、战争还有集团军的部分才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加入，所以我觉得其实并没有减快很多啦，除非他是直接把这个按钮放在我们打架的界面，就是这里可以点击这个按钮之后马上加入。对于电脑版来讲应该还好，但是对于手机版来讲呢，其实画面已经很满了，所以把这个按钮增加在我们打架的画面其实也是有一点不太实际。另外一个比较不错的地方就是你们放置兵种的时候，你可以限定说要放什么兵种，系统其实会自动帮你选择啦，当你们放了部队之后。另外一个比较不错的地方就是你可以直接在集团军的外面这里看到你所使用的统帅是哪一个统帅，因为之前我如果加入了很多集团军的话，我必须要一个一个点开才可以知道我把什么部队丢进去里面了，然后现在我只是需要通过这里的界面就可以看到了，会比较方便一点。另外一个更新就是如果你的集团军加入在别人的队伍，你的队伍被打的时候对方也是可以看到，还不至于让你的部队死得太快。最后就是偃月阵 2.0， 如果你是完全没有专属的玩家呢，你是不需要担心的，它已经会帮你换成提升 12% 的终极伤害。那同时间你也可以自己查看第一个版本跟第二个版本的差别，但是如果你有专属铭文的话，你可能要一个一个军器去替换，把它从 1.0 变成 2.0。 不过之后应该也是会出现军器的一些活动啊，可以把你们的心愿单移植过去之类的。不过目前现在在我们的活动列表里面是可以看到累计登录获得多少件的传说军器，消耗多少的洗炼石，就可以拿到这些转换石还有金色的军器宝箱。所以之前你有留着一些军器宝箱的话，你可以拿来开箱并且拿到这些奖励。暂时还没有看到专属铭文保底的替换，不过这个东西之前我只有保留着，通常它这个替换活动只能替换指定的那个阵型而已，你不能替换其他的阵型。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啦，还有一些其他的更新呢，可能要等到一些新的活动出来之后才可以跟大家更新啊，就包括 KVK 新的活动啊，这些节日活动之类等等的，要等到之后才可以介绍。当然如果你们还有发现一些什么隐藏的更新，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